哎，别划走，你还想不想上王者了？老夏在上一集给大家梳理完洗衣机相关知识，那这一期就跟大家聊聊价格更贵的洗烘套装怎么选才更合适？选洗烘套装还是选洗烘一体机？相信这个问题也困扰过不少的朋友。如果说洗烘一体机是个不务正业的洗衣机，那独立的烘干机绝对是烘干专业户了，能够做到真正解放阳台，烘干即穿，还不伤衣。为什么我会得出这个结论呢？下面我将根据以往拆机和实测，以及我自己的一个使用体验，从3个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从烘干体验来讲，洗烘一体机的缺点还是蛮多的。第一是容量小，一般只有6到7千克，在烘干多件衣物的时候就比较尴尬，一次性又烘不完，要分2次，又太费时间。二是温度高，普遍的烘干温度在95摄氏度以上，你们家的羊毛衫、毛衣、丝绒衣物就别想放进去烘了，不然烘坏变缩水，咱找谁说理去？三是时间长，烘干一次少说得2-3个小时，我都能够打多少局英雄联盟了，牙锁咔咔乱杀了都。四是线屑难清理，在烘干过程中，衣物脱落的线屑大部分都会掉进烘干风道中，长时间使用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以上说的这些问题，烘干机都能解决。它的容量一般有10千克，能够放进更多的衣服，烘干温度也更友好，普遍在60度上下。而且呢，还有独立的线屑收集器，防止线屑堵住风道，降低烘干效率。从洗烘一体机和烘干机单品的价格来看，洗烘一体机最低1-2千就能买到，而独立的烘干机起步价都在3500左右。再加上洗衣机的价格，这个组合总价还是比较高的。就拿海尔鲜美176洗烘套装来说，到手价7400块钱左右。要是单独买洗衣机和烘干机的话，就得贵个小1000块，那妥妥的大冤种啊！所以我们在选择烘干机的时候，尽量搭配同系列的洗衣机一起买，省时省力。关键啊，它还省这个。再从日常的取方便捷性来看，洗烘一体机可以做到洗烘一条龙，洗烘都在一个桶内完成，而洗烘套装则要求你在洗涤完成后，把衣服从洗衣机拿到烘干机进行烘干。在老夏看来，洗烘一体机更适合预算不高，并且平时使用烘干功能不多的家庭。如果咱想要彻底解放晾晒阳台，老夏更推荐买独立的烘干机。上期老夏我已经讲过选购洗衣机的注意要点，这里就不再做赘述了，直接给大家讲讲烘干机该怎么选。首先咱要注意的是烘干机的烘干方式，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有直排式、冷凝式，还有热泵式的烘干机。这里老夏就不过多解释原理了，直接选热泵式，不仅烘干温度低，并且省电，烘干效率呢还非常高。而其他2种烘干方式，烘干温度都很高，咱选到可就踩雷了。如果说烘干机上哪种功能最重要，那我一定会选正反转功能。如果没有正反转功能，我们在烘干大件衣物或者床单、被套的时候，烘干机就只能朝一个方向转动，衣物缠绕打结就跑不了了，甚至还会出现烘不干、烘不透的问题。而正反转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目前市面上带正反转的烘干机，它们的正反转比例基本上都集中在1:1、8:1，甚至16:1。正转和反转的比例越接近1:1，烘干床单和被套的效果就越好。线屑收集器就是这个玩意儿，主要是用来收集衣物掉下来的绒毛、线屑还有毛发。原则上来说，收集器层数越多越好。市面上各品牌的线屑收集方案我也列在了下面这个表格里面了。从效果来看 ，LG 和西门子的双层线屑收集器加冷凝器自清洁的方案做的是比较成熟且合理的。像海尔近2年也推出了4层线屑收集器的方案，过滤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而在烘干机的硬件配置上，压缩机和电机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压缩机一般有定频压缩机、变频压缩机和双转子变频压缩机。目前大部分烘干机采用的都是定频压缩机，好一点的厂商会装配双转子变频压缩机。相对于定频压缩机来讲，更加省电，而且噪音也会更小。在烘干机电机方面，同样咱要优选变频电机。除了变频这个因素外，像海尔这2年也在旗舰店机型上搭载了双擎电机，对比市面上的单电机的烘干机，会多一个独立的电机来控制风扇出风，所以才能做到前面的1:1正反转。这里画个重点，烘干机硬件配置优先选择双变频烘干机或者是双擎烘干机，在性能上都有出色不少。空气洗这个功能应该有部分的小伙伴听过，像我们平时不适合水洗的衣服，或者吃完火锅一身味的衣服，咱都可以用烘干机空气洗。简单理解，空气洗就是利用气体冲击衣物来模拟揉搓洗涤，使衣物达到除异味、晾色的效果。而空气洗又分为有水空气洗和无水空气洗。无水空气洗的过程没有水的参与，衣物的清洗效果呢也没有那么好，所以逐渐被市场给淘汰了。而有水空气洗最常见的便是微蒸汽空气洗了，可以将水转化成水蒸气，深入至衣物纤维处进行护理。其实空气洗它没有那么高级，咱选购时不要被忽悠了，记住有水空气洗才是硬货。根据我刚才所讲的几个维度，诸如预算4000、10千克容量、热泵式、1:1正反转、4层线屑收集器、双电机、变频压缩机、有水
空气洗等等。我相信你已经勾勒出自己家烘干机的模样了。那有朋友就问了，洗衣机和烘干机可以用不同的品牌来做组合使用吗？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同的品牌组合购买的优惠并不是很大。如果是不同的品牌洗烘组合，除非自定制橱柜放置，否则在安装叠放时可能会被师傅拒绝服务。老夏呢则更建议选择同一个品牌的洗烘套装，因为有部分品牌的洗烘套装还能做到洗烘联动，在操作上也更加的方便。还有的朋友说自己对噪音很敏感，那烘干机的噪音源呢，主要是烘干时衣物摔打、电机运转，还有风扇出风等等。如果想要改善噪音的问题，在选购家电前就得看完老夏的家电攻略视频了，知道要买变频电机或者是搭载了变频压缩机的烘干机。另外也有厂家采用降噪胶泥来处理噪音，像老夏之前拆过的迭代和美 H12就在桶壁上加装了降噪胶泥，能够起到很好的降噪效果。那如果说你已经有烘干机了，那你可以在网上花50块钱买一块隔音板贴在桶上，操作呢也比较简单，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朋友可以试一下。但是要注意的是，自行加装可能会影响保修，拆前需谨慎。经过进一步了解，你会发现现在的洗烘套装又分为洗干集成一体式和分体式洗烘套装。集成一体式的洗烘套装相比分体式的洗烘套装更加的美观，操作上也更加方便，可以通过一个屏幕控制洗衣机和烘干机。在高度上，集成一体机对老人和女性更加的友好，相比分体式洗烘套装要矮不少，平时操作呢也不用垫脚。如果说咱想要更好的体验，老夏是建议呢洗干集成一体机是不错的选择。看到这里，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或者纠结的点，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也希望你能够接着看，因为下面的环节将是本片最有价值的实践环节，你心中的一切选购疑问呢都将得到解决。各品牌的洗烘套装该怎么选？大海捞针不是一个高效的办法，况且等你真正捞着了，都已经生锈了，有啥用呢？接下来我给你们划一个范围，认真的听哦。组合一线品牌加双擎热泵加4层收集器。这部分值得推荐的洗烘套装有海尔的鲜美 176XS、376SL6，当然还有迭代和美 Y12。这4款机型的烘干机都配置了双擎电机，能够做到1:1正反转。烘干的时候呢，抖散衣物也更加均匀，烘干也会更彻底。而且在洗涤技术上也配置了上期提到的精华洗技术。176XS、376以及 SL6这3款机型中呢，176XS和376配置了等离子除菌技术，376则配置了电辅热 ，SL6则没有。其中迭代和美呢，就是咱们上面所提到的洗干集成一体机，可以通过一块屏幕控制洗衣机和烘干机。使用起来呢方便多了。另外 Y12呢在烘干机上也有所升级，在桶壁上加装了一层降噪胶泥，降噪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喜欢分体式设计的洗烘套装，可以看看前面提到的这3款。喜欢洗干集成一体机就选迭代和美 Y12。组合2一线品牌加双变频电机、冷凝器自清洁、纳诺仪护理。首先要推荐的是松下 L69 烘干机，在硬件配置上搭载了变频电机加双转子变频压缩机，烘干性能上有大幅度的提升。L69 套装最大的亮点还是配备了松下特有的纳诺仪技术，对衣物能够起到除菌、除异味、养护的作用，在松下很多高端产品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不过 L69 这款的价格上到 1.9万，溢价有点高了。相比松下 L69， 我更为推荐这款 LG 的融汇洗烘套装，同样是双变频电机，价格只有1万出头。另外 LG 融汇套装在信息收集方案上采用的是冷凝器自清洁加信息过滤器，在完成烘干工作后还引入水流冲刷冷凝器，减少冷凝器上的绒毛附着，这样一来省去不少的清洁麻烦。同样配置有冷凝器自清洁技术的也有西门子的 WM12， 不过 WM12 在洗涤技术上没有什么亮点，所以咱更建议选择 LG 融汇。组合3一线品牌加单擎热泵加3层或者4层收集器加正反转功能。这个分类的洗烘套装的配置就要稍微弱一点，当然价格也要便宜不少。值得推荐的有海尔 59S、Mate 7、迭代和美 H9这3款套装在烘干机的区别不是很大，同样都配置了8:1正反转功能，区别是 Mate 7配置有电辅热，迭代和美 59S 则没有。而这几款更多则是洗衣机上的区别。Mate 7是 FPA 直驱电机，59S 和迭代和美则是 BLDC 电机。洗涤技术上 59S配置了精华洗技术，3款之间我更建议选择 59S。 作为海尔精华洗系列的新款 59S 呢，整体机身更加的纤薄，非常符合有嵌入式需求的家庭。组合4一线品牌加变频电机加特色功能加正反转功能。这个分类的洗烘套装更多是体验上的加分。首先是小天鹅 V89， 针对像羊毛、丝绸这些高温不耐受的衣物， V89 能够做到42摄氏度的柔温烘干，烘干也更加柔和，能够减少衣物的烘干磨损。如果担心低温烘干除菌不彻底， V89 还有 UV 紫外线除菌的功能，
同样的，还有小天鹅本色系列的小乌梅 S88，烘干机的配置跟 V89一样。S88更多的亮点是洗衣机上的蓝氧特自洗功能，还有535毫米的大筒径，而且整机的机身也更加的纤薄。如果家具有嵌入式的需求，也更加推荐这一款。好了，本期关于洗烘套装的选攻略就到这里了。老夏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总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截图保存一下。最后再次给大伙说一个在选购家电中要注意的事情，这里要划重点，非常的重要，给老夏个一键3连，持续关注，让你在家电选购的路上不踩坑。